房貸一族拼買房，過一座橋，房價就翻倍。那要不要我就買便宜就好？先說結論，如果你是因為預算考量，那你也要去買能貸8成的房子，這是政府送你的，這是從0到1，這是吊打其他金融工具的。好，那先買再說。0到1這個房子一定要買啊，之後第2間、第3間你自己再想辦法，看你自己的習慣，看你自己的喜歡。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水岸第一排能買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過一條橋，房價就會翻倍。這次我們來聊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常好發在首購族，那個狀況叫房子好貴，不然買遠一點，或是過一座橋，房價直接打8折之類的。反正就是說，如果你覺得買起來太貴的話，那你就買遠一點，買那種能下手的。好，那先說，我沒有說這樣不好因為這個就是價格的考量嘛。你自住的房子你自己能接受是最重要的，所以你還是可以這樣子買。但是有一件事情我還是要提醒你，就是在銀行的眼中，這不一定是個好的決策。什麼意思？我們先看一張圖先說我不為這張圖背書只是講給你聽而已。因為房地產是不斷怎樣變動的市場，所以你看這張圖就去做你的大小決策的話，你一定會失真。對於銀行來說，各地區的可貸款成數都不一樣都不一樣。就算同個地區不同條路可貸款成數也容易就會長得不一樣。好，此時你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例如說三重過一個台北橋就到台北了，但是民權西路的房價跟三重合體附近的房價天差地別嘛。所以在銀行眼中，你的這間房子是買便宜了沒錯，但是怎樣？對銀行來說，這個擔保品，因為他貸款給你嘛，這個擔保品就不是很夠力，就這樣，風險的係數上升了。因為民權西路的房子不會賣不掉，但是三重合體附近的房子是不是相對來說有可能會出狀況？尤其是在現在房市那麼冷的時候，銀行建價又會更加保守，那意思就是你的貸款成數可能會被壓縮。極端的狀況會變成怎樣？就是你買三重合體旁的房子，最後你要拿出來的頭期款可能要比民權西路的房子還要變得多。我跟你說，對銀行來講，首購它都是放8成的，一律放8成。問題是鑑價，你買一個2000萬的房子，它鑑價8成它會放你1600這也是你想要的結果。結果你買2000萬的房子銀行鑑價出來只有1600，然後他來放你8成啊。銀行說我就放8成有什麼問題嗎？但它鑑價變低啦，1600的8成，你這樣看這個差多少？這個只是舉例三重先不要來站我，反正就是過一條橋，過一條橋很多啦，什麼板橋、江翠那邊然後中永和都是要過橋到台北市的。再來你要知道，頭期款差1成差很多嗎？那我們來算一個算術題，這沒有到數學啦，這個就是算術題，這樣差1成差多少？例如說你要買一間2000萬的房子，好，這間房子蛋黃區直接貸款8成，自備你要拿出來的錢就是400，其他大條的錢還有中介費然後一些買賣規費契稅，不過相比中介費它有比較小的錢。好，那如果這個房子是蛋白區你算一算，對總價來說銀行放了8成，可是你算一算，對你來說银行是貸了7成的話，你要拿多少錢出來？600萬多拿200萬出來。我跟你說一年賺200萬是一回事一年能夠存100萬這是另一回事。存錢很難以現在動不动到處都可以花錢，手機拿起來就可以花錢的情況之下，存錢真的很困難。所以他就差這個200萬200萬你想說這個也還好吧，我一年200萬的收入應該行。那你要存200萬你要存多久？這就不是一年之內存得到了，就這樣你拿600萬假設都是能貸8成的情況，你在蛋黃區你可以看3000的房子了呢。這樣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嗎？就是如果你有預算的考量，結果你跑去買地段比較差，就導致發生貸款貸不到8成的房子，對你來說是怎麼樣？極端不划算的事情，因為你要拿出來的頭期款一樣多，你知道？但是蛋黃區房子的各種條件都可以打爆你。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哪邊？巴黎。就淡江大橋通車你住巴黎現在可以怎樣？就交通變便捷了，沒錯。然後巴黎的房價平易近人但是銀行看你的房子叫做看巴黎的房子，所以他能給的貸款條件绝對不會有台北市來得好。
當然巴黎跟台北市本來就沒辦法比啦，所以算一算你能接受的話，你還是可以去，只是要提醒你，你買了以後，在下一波房市變冷的時候，你巴黎的房子，如果真的發生了持平或是跌，你的反應一定是領先於台北市的，就是你要先跌，就是這樣。被打到的意思是什麼？就是你下一手不好貸款會被銀行勸退之類的。銀行是開門做生意他們怎麼來評估一個案子好或不好？他就是看建價多高來放你8成，2000萬建2000你成交2000再建你2000，OK， 這個大結局。但如果那個成交2000，然後銀行只建到1600，他一樣放你8成然後取其低嘛，GG就會變成這樣。而且有被嘎過的人就知道突然反正你就問那個銀行建價我這間房子能貸多少？中介朋友一定都跟你講說8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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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跟什麼樣？好，然後最後銀行叫你去對保之前那通電話要放你多少？怎麼會差1成？請問這時候200萬你就會總嘛？你是不是要親戚朋友趕快借一下？也就是這樣所以這個建價在買房子之前一定要先想辦法先弄清楚再說，你不要讓自己冒一個突然要湊個7位數你要湊個100。我跟你說買房子這件事情大概大家在買首購的情況之下身上都是乾的啦就都花掉了不然就是留好了裝潢錢，到時候都要被動到。這貸款先處理就對了如果你不熟的話，你要資產高雄，你不知道那個地段的貸款是怎麼處理的話，銀行預計能貸多少的話，一樣你就去加 LINE 加那個美術之星的 LINE 先詢問一下。不是說他們是銀行，而是說他們經手那麼多案件，他都判斷得出來這邊之前有客戶買多少，然後貸款是多少，所以你這個案件沒問題，只要你自己貸款的條件沒有太鳥的話，應該都沒問題，能做這種判斷。最後你要知道該怎麼保護自己我們也來講一下說，如果你覺得我預算就這樣不然你要我怎麼辦？我想到的解法就是你就算要買外圍，也要買那種基礎建設重大工程有正在蓋的，甚至已經快完工的，不要挑那種什麼叫做聽說要蓋的聽說要蓋那個出包延後的機會太大，而且只要一出包會發生什麼事，那個都10年以上呢。像那個捷運黃線，我說高雄捷運黃線，你知道我那個民國幾年的時候就聽過嗎？我記得我在2014去看房子的时候，那時候中古就在那邊講這邊以後會有捷運黃線，好輕描淡寫加賀捷運仔這個以後到現在2025了，請問黃線捷運到底通了沒？就這樣10年的話，你選的好蛋黃區重大建設或民間重大投資有在動的，你可以跑2趟了，你知道？像之前那落腳市北科北市科都有人講，而且政府的文件2種名詞都有出現，可能北投的機關它就叫北市科士林的機關它就叫市北科之類。好，總之就是市北科新聞你有印象嗎？老黃的3D 建模都做了個飛船這樣，然後蔣萬安蔣市長也公布消息了，後面還是出現一大波風風雨雨，又或是最近發生的這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好事多進駐台中好事多進駐真相一曝光，海線房市大海嘯，買家氣炸被耍了。就是建商之前一直宣傳好事多計劃要落腳在哪邊，落腳在無期的山景旁，然後各種廣告都在那邊猛打好事多，海線好事多我們海線人迎來了好事多之類的。結果最後落腳地點在哪邊？台中金雞舊廠，位置差多遠？來，你看這張圖，開車半小時，那根本就是不同地方那就是賭錯了。如果是你聽建商在那邊講，那你就直接就買了，那你現在怎麼辦？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好啦，講完了那今天我們講了過一條橋房價就會打折的購物心態，以及背後被忽略的銀行貸款差異。我分析了跨區購物時可能面臨的各種風險，然後也分享了就是你要避雷的話你就是要確定一個基礎建設或者一個重大投資要確定會夠的情況之下確定會夠，你會不會到時候買比較貴？會，但是我跟你講，這是值得的，你就當做保險的費用，因為它是確定的東西。買比較貴就比較貴，你要去貪便宜賭那個便宜的話，到時候落塞就落塞。結論就是便宜的地段雖然可以低的總價，但是貸款成數有問題反而可能要搞得你拿出更多頭期款，未來的流動性也比較差。如果你確實需要往外圍買的話，要選那種已經明確有工程，甚至已經有進度的，就是已經在挖的挖了停工要賠很多錢就是挖
那你乾脆你都不要挖，你一挖，你一動土工程都正在進行，你突然停就很麻煩都在燒錢。那最後我想問你，如果過一條橋，房價就能便宜2成，但是貸款成數會少1成，你會怎麼選？A. 多掏頭期款，留在蛋黃區。B. 房價壓力，那我要搬去蛋白區。C. 繼續觀望。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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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 74% 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好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故事講故事，跟你分享一位會員朋友的故事，如有雷同那就雷同。這次故事的主角叫做小黃。那最近他的老婆一直催小黃買房子，因為小孩快出生總不能一直租吧。小黃一開始也沒想太多，反正就是自住嘛，那就離爸媽家近，然後便宜一點就好了。那去看了一間以後，中介跟他說，7成吧，應該是能貸7成。他想說7成就7成，反正頭期款擠一擠應該擠得出來。然後7成的話，是不是我貸款沒那麼多？沒那麼多的話，我每個月繳房貸也不會壓力那麼重。他覺得還行誰說買房子很難的你看沒2間看到喜歡那7成就7成。這個就是很多自住的朋友真的在買房子時候的真實狀況，就是沒想那麼多。那真的要買的時候臨時抱佛腳。然後他老婆比較認真以前就有在關心房地產真是這樣，來問我觀眾的那個女性朋友還是不少的所以他老婆就叫小黃說，那你先去問一下阿元他才跑來找我，就那個我資訊欄裡面那個 LINE 嘛結果他講一講，我就跟他說，如果我是你，我不會買這間。小黃就傻眼，問我為什麼這個房子有狀況嗎？我看不出來的情況嗎？還是什麼的他有點擔心我跟他講好好跟他講，他說你要想你第一間房子你可能過10年，我一看現在12年，因為主計處統計國人平均換屋就是12年12年以後你要自住嘛那你會賣掉換大間之類。好，此時你會遇到問題是什麼？要接手這間房子的人，他也只能貸7成就跟你現在的情況一樣因為你那附近沒有什麼重大建設如果有的話，可能還會改動那個當地的格局像青埔的稍微外圍一點的地方，到時候的房價又更貴，那他要怎樣？你的下一手要拿出來的錢會比你還多很多，你不可能用現在的價格賣給他嘛。
然後他就開始好像有道理哦，我就跟他說，這也不怪你哦，就我以前剛開始看房子的時候也覺得買得起最重要哦，那沒想那麼多，而且房子這種事情沒有人一開始就懂，這沒關係，只是你要想一下，你只是看喜歡而已，還沒有下斡旋什麼的，還可以多看幾間。他就說回去想一下，後來小黃真的有聽進去，就放棄了原本那個社區，那就找了一個貴一點，但是銀行真的就能貸款8成的地區，那個地址一亮出來8成就是這樣，一看那個門牌號就知道，也不管那個坐向採光，會去拍照啦，但是那個地址上就是 OK， 然後它總價比較高但是也 OK 啦，反正就是8成先拿到手再說。他也說等明年交屋的時候要請我過去吃飯，我是說不用了那如果他有能力的話，就是捐一樣啊，就我会員影片最後不是都會講捐2000塊給那個木星智能發展中心啊，在台東的一個照顧身心障礙的機構，我資訊欄裡面也有。然後我跟你說講個八卦，就是你人到台東現場去看，你會發現說，我靠，這家好像根本不缺錢嘛，怎麼這個一個機構印象中要很破爛好像那個灰姑娘的家一樣，怎麼看起來都是好好的，校舍也新新的。我跟你說不是他們不缺錢，是你沒有弄成這樣，你拿不到補助，這個是很奇怪的螺旋。就說為了學生的安全，你的消防管線都要更新，好200多萬，那怎麼辦啊？我如果沒有過，我拿不到補助就只能各種想辦法去借啊，去談啊，拉贊助啊，去弄。但可以相信一點是，他們給學生是一個好的環境給學生一個至少舒服的環境，因為看起來就像一個學校一樣。不是說就是一個很骯髒啊，就是我們在日本漫畫裡面常見的那種孤兒院的那種形象，不是你看說奇怪，他們應該不缺錢嘛，我還有需要捐嗎？我跟你說有需要，動不動就要跟你檢查安全消防，要檢查什麼？那只要你沒過，明年拿不到這個補助，那你一拿不到補助開天窗，你要這些孩子學生怎麼辦反正你就是捐就對了反正就2000塊不會讓你變窮，那你就捐給他們。總之就是這樣我再來說一下貸款8成這件事情我之前才在 PTT 上房屋版有人留言在講，反正就是0到1的這個階段，你0間房子到1間房子你一定要去做。至於你1間房子到第2間、第3間，那就是看你自己喜不喜歡。你可以只搞定自住，然後之後你就去做股票做虛擬貨幣都可以隨便但是0到1你一定要拿起來為什麼？因為貸款8成，貸款8成一間房子假設1000萬，銀行出800萬，他出的錢比你多4倍呢。然後政府給你的送你的只有首購這個威能真的要買，就因為槓桿5倍的關係5倍槓桿，這你常聽嗎？5倍槓桿的意思是什麼？就是這個房子的漲價以後漲的部分都算你的，然後它自帶5倍槓桿的效果，你真的要把它拿起來。房地產漲幅以看股票的人來說很廢嘛，对不對？我做什麼房子那麼慢可是5倍槓桿5倍槓桿下去，你自己看，那個效果，那個投報率真的是屌打一票金融工具，而且最重要是房子怎麼樣？它相當之穩健。在台灣的房地產就很穩健你只要買在蛋黃，幾乎也沒什麼問題，沒什麼風險。它又穩健，它又5倍槓桿，你0到1，你真的要想辦法把它買起來。那以後再說，你要不要第2間、第3？像我的路線，那就再說0到1即使你不喜歡其實你就是醉心於股票其實你就是比較喜歡去做那個刺激的虛擬貨幣，你0到1你都要把它買起來。為什麼？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其實那些股票朋友那些做虛擬貨幣的都沒有認真算過，當他自己認真算過的話，他就知道了。說哇5倍槓桿那這有點扯虛擬貨幣的人話講了我合約都開100倍那你要承擔的風險那麼高，房地產沒有他就是給你0到1一定要把它拿起来一定要拿。那之後再說，這樣也行嘛？那這樣子你就是至少老有所依你老了還有自己的一間房子，不會被趕來趕去。0到1把它拿起來，以後等到你如果你剛看房子，你對0到1要把它拿起來這件事情沒有什麼感覺，你多看幾年房地產市場多看幾年股票市場，你就會突然說，為什麼以前我不知道要把這個0到1把它拿起來？過3年，過5年。要是我以前有拿的話，哇，現在不得了，就是這樣0到1的威能，我不在這邊算出來算出來給你看，我一旦我算了我就變炒房阿元這個不行總之就是你自己去了解看看，那個0到1第一間房子首購8成的威能到底是有多誇張的事情。